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这两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个事儿炒得比较火，简简单单的一段微信吵架视频，引发了网友们势均力敌的一个争吵。张他医生刚说，那个白天在学校发的卷子他没有，到他那儿就没有了，然后让您给发个电子版。嚯，这让老师给发个电子版，一点不客气，挺大派头呢。我没有电子版，这个让他管同学拍照片然后自己拿照片复印吧。老师，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孩子一上车就是说，那个妈妈，我今天我们学校发卷子了，然后到我那儿就没有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找老师呢？然后他说老师走了。然后他说妈妈，你问问老师，那个让老师能不能给我发个电子版。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老师怎么就是派头呢？我也问他了，为什么就说你为什么你没有卷子？他说是按排发的，到他那儿他就没有了。孩子管我要电子版，作为家长您不得跟老师客气一点吗？还让您给发个电子版，我现在已经是下班了，而且我真没有电子版。现在你们都把老师当成是服务人员了是吗？我教你家孩子已经1年了，难道您跟我说想要个电子版不应该客气一点吗？我跟您达到那么熟悉的程度，就直接说让您给发个电子版，这种熟悉的程度了吗？我教您孩子1年了，当您孩子1年老师了，难道连一个客气的话都没有吗？难道一点都不值得你们尊敬吗？不是，您要是个人有个人的情绪啊，你别强加在我们家长这身上，对不对？然后你再仔细听听我那语气，我怎么不客气了？我还要怎么客气？您仔细听听，我怎么不客气了？我说孩子发的卷子没有了，到他那儿就没有了。说孩子说让您给发个电子版，我还要怎么称呼？称呼您不行，怎么您说让我怎么说？我没有个人的情绪，我就是觉得您就是跟我要电子版的这个特别没有礼貌，特别不客气。就是说孩子让您给发个电子版，孩子让我给发个电子版，我就发个电子版呀。在学校你们家孩子也没有这样命令我呀。再说我在车上也问孩子了，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不找老师呢？他说老师走了，然后从车上是孩子拿我的手机打的，然后您没接，然后孩子从姥姥那吃饭了，我回家了，然后我先给您留个言，有可能是忙着了。我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问题呀。我不想跟您多说了，那个就是我这真没有电子版，你让他管同学要吧，同学给他拍张照片，没有让你满意，很抱歉。不是，您要是这样说的话，明天我上学校，咱当着那个学校的领导，再让领导听听我这个微信哪有毛病。我不知道你是哪来的火发到我的身上。我觉得作为家长，孩子没有，我还说赖老师，我说你看孩子没有，在车上我也说他了，他说妈妈你找老师要个电子版吧，我这就给您留了个言，您直接就来个呵，派头还够大，这个那个的，我这都快50的人了，我不知道是我哪说的话不对是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挺莫名其妙的，明天呢咱上学校说这个事儿去。我觉得我还挺那个嘛的，你觉得我没有礼貌，我还觉得你塞了我一顿，我心里还不好受了。咱不说嘛的，都是为了孩子。我对您没有任何的火，我就是觉得你对我提要求不客气。如果我在这个时间管我们家孩子老师要任何东西，我得说老师打扰了，麻烦你给我发一个电子版。没有像您这样说的，孩子让您给我发个电子版。你找领导随便，你找哪个领导，我都是这样觉得的。老师不是服务人员，而且我已经教你们家孩子1年了，你对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尊敬，
也不客气。难道我觉得你对我说话不客气，我不能指出来吗？你愿意找领导找领导，我无所谓。而且在你给我发这条微信前，我心情非常好，我现在正在外边散步，就是你这条短信让我感觉你对我特别不客气。有可能您要求过于太高了，我们这种家长啊，可能没有做到您那么高的要求。行，尊不尊敬是你的事儿，但是我把我的想法，我就是反正也没跟您憋着，我就是说出来了。我这是真没有电子版，您让孩子那个管同学要吧。确实是，现在老师都是服务人员，也不值得尊敬。啊，行了，咱也不多说了。明天呢，我拿着微信呢，咱让领导听听。你们说我不尊敬您吧？那个，我呀也第一次遇到，怎么说呢？遇到像您这样就是语言上那么高要求的老师，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也许就吃一堑长一智吧，下回咱也注意。但是呢，您说我不尊敬您，那是没有那个意思。所以说呢，咱呢明天去了，咱让学校的领导从头到尾听听咱俩的聊天，看看是我哪儿有毛病。如果说是我说话不对呢，我当着学校的领导要说，哎，你这样说就不对，我呢当着全校的领导给您道歉，啊，给您道歉，是我不对，我给您道歉，啊。您跟我说了2回，让我找张曹逸轩，就这个作息问题，我都按照您说的去做了，对孩子关怀备至，对吧？然后您这个点儿给我要卷子，你就是这个语气。行，明天您直接找那个大校长去，你不用经过我，你直接找大校长。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就直接跟他说。我明天也很忙，你就最好别找我，直接找大校长。然后这个班主任最好就是跟校长说，别让我干了，是最好的。再者说，我说这个派头，我是说孩子的，我没有说您。作为老师，我是跟孩子说呢，我觉得我是有点半开玩笑的说孩子，还挺派头呢。您往自己身上说。最后啊，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录音传到网上，然后又找了校长，教育局也介入了，然后老师呢现在是被停课配合调查，最后认定是言行失当，师德考核不合格，现在是停止检查，公开道歉。这件事目前算是官方盖章了。接下来我们就谈谈网友怎么看这个事儿，以及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大家没想到吧，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居然瞬间就登上微博热搜了。广大网友呢也是吵成了一片。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基本上70%呢是支持家长的，哎，是比较罕见的。30%呢是支持老师的。但两边的说话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看支持家长的。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说家长啊用了您字了，语气平和，而且孩子呢没领到卷子啊，是学校老师的责任，因为是发到他的时候就没有了嘛，并不是说给了孩子，孩子自己弄丢了，对吧？那本来就是你工作不到位，你没给孩子卷子，然后现在家长只是对让你说我孩子没领到，让你给一个电子版，那你不仅不给，反而还发脾气指责家长，说家长嚯派头挺大。那请问老师，你的职业素养在哪儿呢？他后面还纠正了，因为这个家长嘛说要投诉到校长那里去，就也不是投诉吧，就是我让校长来调解来判定啊。所以这个老师在语气上缓和了，说啊，我不是说你家长有派头，是说学生有派头啊。对，而且从这录音真是这样，就自打这个家长说，哎呦，明天我要带去给学校领导听，就感觉这老师的语气一下就缓和了不少。然后第二呢，就有人说，哎，听完整个这个录音哈，感觉这个老师完全是在无理取闹，就把情绪带到工作上。说白了哈，就觉得你自己觉得老师是铁饭碗嘛，根本就感觉没有什么为人师表的意识啊。你说人家家长跟你说话已经说了您字了，你还要家长怎么尊敬啊？他应该是认为这个老师应该是被人尊敬的职业，是灵魂的工程师，是园丁。就是在过去一直都这么宣传的嘛，就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应该是神圣的，应该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尤其是家长的尊重。
对，就家长意思就是说，光说你不行，得多加点真诚。哎呀，某老师啊，打扰了，打扰了，哎，拜托拜托，谢谢，这种都应该说啊，麻烦了啊。我们再来看支持老师这边哈，有人就说老师下班后有自己的私人时间，这没问题呀。现在很多家长就是把老师要当成24小时是吧？你说下班了，你明天再联系老师呗，上班时间再问呀。还有人说呀，喷老师啊，现在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老师呢被骂得越凶，那就越不敢管学生了呀。那最后你说受损是谁？还不是孩子们吗？等这把火烧完了，那你说这孩子以后在班上还怎么待呀？还有网友啊替老师分析说，老师原本说的是孩子说话没礼貌，嚯，派头挺大。是说这孩子怎么跟老师讲话呢？还让我给他发个电子版。结果啊，家长把这话安到自己身上了，两边一误解就失控了。你这一条呢，在这个老师后来的语音中啊，老师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说的是孩子，不是说您。接下来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哈。先说家长，其实我觉得家长这件事儿，你不能说他做错了，这个错这个字儿，你按在家长的脑袋上还是有点冤屈啊。但确实他做的不够好。就他确实用了一个您字儿哈，一开始这个用词呢，你也不能说挑出什么毛病，但整个语气上，哎，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陈述或者是转述孩子的话，就没有包括像麻烦您啦、谢谢您啦这类话。其实只要加这2个字，基本上这个老师我相信他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哈。其实不只是老师和家长之间，其实你看就在职场里面，普通同事之间，如果你要某一个同事协助你做一件事情，你用一句比如说哎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这类话，这是基本的沟通习惯啊。其实加这么2句话，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损失，但传递出来的感觉确实完全不一样。要再夸张一点说，你看加拿大人哈，逮谁都说哎 sorry。然后日本人呢，一见面往往就是点头哈腰的，然后弯腰鞠躬哈。虽然很多人说啊，这是表面上的功夫，什么阴奉阳违，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礼貌其实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种社交表演，但这个表演它确实是有用的。它润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甭管他心里怎么想，但是表面上这么做了，那这个关系最起码表面上维系的还是比较好的，让很多摩擦呢能在开口之前就消失了。其实这个事儿哈，我觉得特别像那种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乍一看呢是很小的一个事儿，就没想到居然能搞得这么大，是吧？现在什么教育局也介入了，老师也停课了。我看有很多网友哈，就质疑这个家长说，这么一个小的事情，然后微信的语音聊天，你怎么就捅到网上了？可以说这个事儿如果不捅到网上，这个老师也不至于落到说被停课的地步嘛。所以后来我又看有一些，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天津的，我相信熟悉这个家长口音的人呢，一听也能听出来这是天津话，是吧？就有天津本地的网友就说了，还说这是什么啊，也是这个学校的哈，大概意思好像是这样，就是这个家长呢，第2天确实是学校去找领导了，但是学校领导呢都避而不见，都说哎呀我在开会忙，本来家长也打算那就不了了之吧，对吧？结果没想到第2天呢，这个老师还在课堂上又批评了他的孩子，孩子回去一跟家长一说，家长一下气不过，才把这个视频放到了网上，这么一发酵，那你说学校就不能再坐之不管了，教育局也介入了，这才导致了这个事情就一下就火了，然后引发所有人的关注，老师也被停课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这个事儿其实我换位思考一下，我相信啊，这个家长他在把这个事儿捅到网上之前，他肯定是跟他的孩子深入的了解了这个他当天这个孩子受到批评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说白了就是要把这件事儿闹大了，要么就是老师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的孩子还得继续在这个班里学习，那基本就是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家长一定是仔细思考过这个事情，就是他这段微信录音占不占理，孩子被批评占不占理，是不是？所以我相信这个家长啊，一定是在综合思考之后，他觉得他这边没有太大的问题情况下，但是老师这边比较理亏的情况下，他把这个事儿给捅大。这不一定哦，有的人可能就是意气用事，一时上头就发了。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啊，你想一旦涉及到自己孩子的问题，这个很多家长他的顾虑就会很多。我接下来就分享这个老师的这些行为哈。总体上来说，我认为啊，确实有点矫情了。就我作为一个男性，听完那段录音之后，如果我是这位老师的话，我主观感受确实也不太舒服。就是这个家长的语气吧，就有点直来直去，确实有点冲，没有礼貌的成分在里面。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哈，这是这个家长确实应该改进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是这个老师，我又摊上这样一位家长，我多半就忍了。
为啥呢？因为你想，一个老师他要面对60多个家长，对吧？而且呢，这60多个家长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肯定是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各种文化素质的人，还有各种语言习惯的人都会有。那你说他们也都是成年人，你作为老师，你教他学生就行了，你还能把这些家长的所有的行为你都矫正一遍？就所有的家长的行为都要符合你的要求，这太难了。作为一个老师，也没有必要在这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情绪。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很好啊，那你可能就偏心眼一些，对这个学生也好一点。如果摊上一些这个家长对你不太客气或者不太有礼貌，但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忽略他的孩子，这也是很多老师的一个做法就行了。所以啊，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家长，我多半就忍了，因为他也没有指责我鼻子骂，也没有指责我，只不过呀，他是在语气和语言上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礼貌而已，是吧？所以大部分成年人的处理方式，顶多就是心里不舒服，但不会捅破窗户纸。但这个老师他就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哈。我猜呢，是因为这个老师他第一是教龄可能比较长了，教了这么多年，他也是被尊重惯了，觉得家长呢就应该以某种方式跟自己讲话。这次一个不顺耳，就直接他就说出来了。但问题是，成年人之间的相处，哪怕是你老师和家长之间，维持那层窗户纸是有原因的，是重要的。这不完全是一种虚伪和表演，这是人和人之间必要的距离感。你把它给捅破了，那原本用一张纸就能解决的事儿，就变成了一场教育局介入的最后的一个公共事件。所以综上啊，我的结论很简单，就这个家长确实他做的不够好，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犯错了。老师呢，就确确实实他是做错了，这个程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啊。最后呢，我想聊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老师这个职业，他是不是就应该值得家长格外的尊重？在中国呀，教师这个职业其实被美化了很多。你看什么人类工程师、园丁、蜡烛，是吧？这种比喻呢，一个比一个高调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过去啊，大家觉得，你看孩子嘛，在老师的手里啊，老师呢有管教孩子的权利，然后老师用心，对孩子可能就教得更好；老师不用心，那孩子可能就会差一截。所以这老师得好好供着，别把孩子给害了。但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其实你看，真正意义上被称为师傅的，就是那个师傅父亲那个父，是那种手把手教人谋生那个手艺的人啊，是改变命运的人。这就比如说，你看郭德纲对他的徒弟，赵本山对他的徒弟，是吧？还有过去那些什么打铁匠对他的徒弟等等，这些呢是这些师傅是真的给徒弟是铺了一条路，不仅呢能教技能，还能带人发财。这种呢，你说确实这个师傅也利用了徒弟这个劳动力，但是确实也改变了这个徒弟的人生，而且是实打实的让这些徒弟们掌握了谋生的技能、吃饭的技能。所以呢，你要说这些徒弟用对待父亲的方式来尊重这个师傅呢，其实不算太夸张，因为确实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最起码是带他们有口饭吃哈。你看最典型的就是赵本山和郭德纲对他们这些徒弟的这个提携和帮忙，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你想，没有赵本山你会知道小沈阳吗？没有郭德纲你会知道他的那些徒弟吗？不会，是吧？所以但是现在的这些学校的老师呢，跟这个意义上的师傅是差得很远的。你看老师的这个核心身份是什么哈？他就是一个职业，就是拿工资，有退休保障，然后面对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每年还换。这其实和其他任何一份职业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哈。有的人说什么老师格外高尚，那你说清洁工呢？清洁工为所有人提供干净的环境，按这个逻辑也应该格外尊重啊。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因为老师他教的可能就是某一门课，是吧？就教那么几年，对这个学生，你说他终身的谋生技能其实是谈不上的。再说说灵魂工程师这个话，你先去网上看看啊，就看看那些有些被拍下来的老师那些课堂片段。有多少是按照上面的要求给孩子们复述一些观点，根本就不教什么孩子们逻辑，甚至教他们一些错误的逻辑和观点，就不教孩子们质疑，不教孩子独立思考，主要是传递知识点，甚至呢再给孩子们进行一些洗脑式的一些灌输。你说这种教法，这谈什么灵魂工程师啊？而且有一些现实的情况是哈，大部分老师呢是从校园到校园再到校园，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后再去当老师。对社会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是一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他们自己这种所谓的世界观，就很狭窄的世界观，然后又用这种世界观去影响去教孩子。你说这里能用出多少有真正的有大局观、有认知高度的老师呢？极少数，真的是极少。
还有一件事也必须得提，就是现在你看 AI 这个时代了 ，AI 这个东西啊，发展到现在，你说教学这东西啊，老师真是未必比 AI 教的更好。老师的水平那往往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啊，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老师他自己啊，他就不会那种难题，所以他出的卷子往往都是简单的题。实际上这是在耽误学生啊。但在这个问题上 ，AI 就是不存在的。未来这个行业啊，就教知识点和解题这个行业，大概率是 AI 来主导的。老师的职能呢会大幅的缩水，可能每个班就留那么几个人做审核和帮辅助的工作，然后整体的教学质量呢反而因为 AI 的介入而上去了。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往高了说呢是灵魂工程师，但往真实了说，现在做的很多事儿那就是 AI 这个量级的工作，只不过呢水平还没有 AI 高。那把这个定位你搞清楚了，很多事儿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没有必要把老师这个职业抬到特别高的位置。当然，老师这个职业毕竟比较特殊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些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孩子，确实有一定特殊性的，就是对孩子他确确实实是有正向或者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待老师的态度就是说，用对待普通同事那种礼貌和尊重，再多一点尊重就 OK 了，完全没有必要达到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或者什么灵魂工程师这样的地位来对待哈。那这位家长呢，他确实少说了几句谢谢啊、麻烦你了这样的话哈。但这位老师呢，他也高估了自己应该被对待的方式。两个人可以说啊，在定位上都不太对。家长说话太随意，老师在面子上又太矫情。两个人其实都做了一些不太有必要的事儿，结果就是老师被停职，然后孩子情绪上受影响，家长也牵扯了不少精力进去。其实啊，这就是把精力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所付出的代价。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